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吸引力法则，觉得它很神秘，好像是一种能够凭空召唤想要东西的魔法。其实它一点都不玄，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里，藏在你我的起心动念之间。古人说心之所向，境由心造。佛陀在经中也常常开示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，你对着它笑，它就对你笑；你对着它哭，它便回应你眼泪。这其实就是吸引力法则最质朴的道理。很多人误解，以为吸引力法则是要我们不停地想，拼命地要。于是他们坐在那里，脑子里拼命描绘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画面，结果呢，生活往往还是一地鸡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的心是乱的，是贪婪的，是向外抓取的。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匮乏的频率，你向外抓取的动作，恰恰在向宇宙宣告你是匮乏的。佛经有云，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。你那颗躁动不安，不断所求的心，就像一池被搅浑的水，怎么可能倒映出清晰的月亮呢？真正的吸引力法则，第一步不是要，而是净，是清理，是让自己这个接收的容器变得干净澄澈。我们的心本就是具足一切的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说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这个自性就是我们心的本来面目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强的磁场，能够吸引与它相应的一切。你心里有什么，你看到的世界就什么。一个内心充满怨恨的人，走到哪里都觉得别人在针对他；一个内心充满感恩的人，总能发现生活中值得珍惜的片刻。这不是世界不同，是你的心念这个磁铁为你吸引来了相应的频率。古人讲的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声音相同了，就能互相应和；气息相同了，就能互相求和。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人事物，没有一样是偶然的，都是被你内心的频率邀请来的。所以学习吸引力法则，首先要向内看，看看你的内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在日夜播放，是担忧、焦虑、计较，还是平和、喜悦、慷慨？你整天播放的是悲剧，你的生活就会上演悲剧；你播放的是喜剧，喜剧演员自然会找上门来。这不是什么超能力，这是宇宙间最平常的因果法则。你的心是因，你遇见的世界是果。念头就是种子，你把它种在生命的土壤里，阳光雨露一来，它自然就会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你想要吸引财富，就要先让自己的心活在富足里，哪怕你现在身无分文，也要去感受那种拥有一切的美好。你想要吸引爱，就要先让自己活成爱的模样，对一花一草、一人一事都心怀温柔。从今天开始，不妨就事一事，安静下来，好好观察一下你的心究竟在播放着什么样的频率。可有人会问，我明明很努力地在想美好的事物，为什么生活还是老样子？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误区，就是我们把想要和已经拥有的感觉搞混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太想要了，这份想要的执念反而成了最大的障碍。当你拼命想着我要发财的时候，你的潜意识里其实是在说我现在没有钱。这种匮乏的感觉才是你真正发射出去的主要频率。就像你对着山谷喊给我财富，山谷回应的也只能是给我财富，因为你给出的就是一个求的信号。道家智慧里讲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太刻意去做，往往会失败；太执着去抓住，反而会失去。吸引力法则不是让你去做一个贪婪的索取者，而是让你成为一个喜悦的创造者。那么正确的频率是什么？是一种已经拥有的、笃定的、不费力的感觉。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，当你真心帮助别人，不求任何回报的时候，内心是不是有一种暖暖的、饱满的感觉？那一刻，
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。或者当你沉浸在一件热爱的事情里，忘记了时间流逝，那种心流涌动的快乐就是一种创造者的频率，这种频率才是真正具有强大吸引力的。古人云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这个莫问不是让你放弃目标，而是让你放下对结果的焦虑和执念。你只负责专注在当下的因上，种下善的、喜悦的、创造的种子，那个虔诚的果自然会以它最好的方式成熟。佛家讲一切随缘，但这个随缘可不是随便放弃的意思。随缘是用尽了心力之后对结果的坦然接纳，是把一颗种子种下，悉心浇灌、施肥、除虫，然后静静地等待它按照自己的节奏发芽生长，而不是每天把土刨开看看它长根了没有。你对种子的那份笃定和耐心，就是已经拥有的频率。你对种子能否长大的那份焦虑和怀疑，就是匮乏的频率。你的生活也是一片田地，你不断重复的念头和感觉，就是正在播下的种子。如果你想要一片花园，那就持续地播下鲜花的种子，然后用信心和耐心去滋养它，而不是每天蹲在那里质问土地为什么还不开花。那个质问的过程，恰恰是在播下怀疑的种子。记住，你不需要去掌控宇宙如何运作，如何把你要的东西带给你，那是宇宙的事。你的任务是调整好自己的频率，让自己活在终点的那种感觉里。当你感觉圆满，你就吸引圆满；当你感觉富足，富足就会被你吸引而来。试着放下那个抓取的、紧张的心，换上一颗放松的、感恩的心，就像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那样去生活、去呼吸、去感受。你会发现，事情开始悄悄地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知道了要调频到已拥有的感觉，那么有没有一个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法，能让我们立刻进入那种美好的频率呢？有的，这个方法就是感恩。感恩是通往丰盛最短路程的桥梁，也是吸引力法则里最强效的放大器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当你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？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？一定是打开的、柔软的、温暖的。这个状态就是一个高频的接收状态。你感谢的是你已经拥有的，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。感谢今天清晨照进窗子的第一缕阳光，感谢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感谢有一杯热水可以润润喉咙。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，其实都是生命赐予我们的礼物。当你为他们感恩时，你就是在向宇宙宣告，我是丰盛的，我的生活里有这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。这个宣告的频率会吸引来更多值得你感恩的事物。这就像一块磁铁，当你感恩生活中的小确幸，它就会为你吸来更大的惊喜。古人说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这不仅是对别人的一种道义，更是一种极高明的为自己培养福报和吸引力的智慧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的内心是富足的，而富足的心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，无论什么好的种子种下去，都能长得格外茂盛。相反，一个不懂感恩、满腹牢骚的人，他的心是贫瘠的，是干涸的。他总是在看自己没有什么，总是在挑剔生活的不完美。这种匮乏的频率，就像一块正在消耗能量的荒地，只会吸引来更多的匮乏和不满。佛家讲上报四重恩，要感恩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土恩、三宝恩。这不是什么教条，而是启发我们要把感恩的心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你开始感恩众生，你就不再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，而是与整个生命网络连接在了一起。这个连接会让你感到安全、富足和有力量。如何练习感恩呢？不需要复杂的仪式，就从现在开始。在心里默默地感谢3个人或3件事，可以是你身边的家人、朋友，也可以是今天便利店里对你微笑的店员，甚至可以感谢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因为他让你学会了坚强和宽容。
当你能够为每一件发生的事，无论好坏，都找到感恩的理由时，你就已经活在了最高的频率里。你的整个世界都会变成一份源源不断的礼物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带着感恩的心去吃饭，饭菜会变得更香；带着感恩的心去走路，脚步会变得更轻盈；带着感恩的心去工作，困难也会变成有趣的挑战。试试看，你会发现值得感恩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地涌向你。我们已经聊了心的频率，聊了放下执念，也聊了感恩的妙用。我们来说说最重要的一点，吸引力法则最终要回归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自己。古人讲，一报随着正报转，这6个字道尽了吸引力法则的全部秘密。什么是正报？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这颗心，我们的内在世界。什么是一报？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，包括我们的身体、家庭、财富、人际关系，乃至我们遇到的一切人和事。这个道理就是说，外在的环境是随着内在的心念而转变的。你是你世界的因，世界是你的果。你才是你生命里唯一的导演和主角，其他所有人都是配合你演出的助缘。很多人搞反了，总想去改变医报，去改变别人，去外面抓取财富和爱情。他们在外围拼命的努力，却忘了最重要的核心，也就是自己的这颗心。结果往往是心力交瘁，收效甚微，因为方向错了。真正的吸引力法则是向内用功，向外随缘。当你把自己的内在世界修好了，把心念的频率调整到爱与丰盛的状态，你的外在世界自然就会发生改变。就像一棵树的根扎得深，扎得正，吸收了充足的养分，它的枝叶自然会繁茂，自然会开花结果。你只需要在根上浇水施肥，这个根就是你的信念。你内心深处那些深信不疑的念头，构成了你生命最核心的代码。如果你内心深处觉得我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，那么即使外在的财富来了，你也会用各种方式把它推走，或者留不住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危险的，没人会真心对我好，那么你吸引来的关系也一定会让你验证这个想法。所以修行的根本就是去觉察并转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负面信念，用正念，用佛法的智慧去一点一点地替换它们。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说，其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你本自具足，你内在的宝藏和佛一样是圆满无缺的，你本就有吸引一切美好的能力。那些匮乏感、不配得感，都只是暂时遮住太阳的乌云，是你的妄想和执着。吸引力法则不是教你从外面拿到什么东西，而是帮你拨开云雾，让你本来就圆满丰盛的内心重新放射出光芒。最后，我想请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练习。现在请轻轻地闭上眼睛，做几次深呼吸，把手放在心口，感受那里的跳动，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这3句话，带着真诚的感觉。第一句，我感谢我此刻所拥有的一切。第二句，我相信我本就拥有创造丰盛的能力。第3句，我允许美好的事物以最完美的节奏轻松地流入我的生命。好了，可以慢慢睁开眼睛，记住这份感觉，把这份笃定、丰盛和允许带到你生活的每一个片刻中去。你不需要去追赶世界，当你活好了自己，世界自然会来奔赴你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或者对吸引力法则有自己的感悟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或问题，让我们一起交流，共同成长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